你刚当上皇子，就发现自己成了朱棣的儿子，大哥是身强体壮朱高炽，二哥真金火炼朱高煦，三哥是尽忠尽孝朱高燧。可唯独你是最不受宠的老四，只因你是个和宫女所生的私生子。对这个计划外出生的孩子，朱棣从不关心，连王号都被赐为衍王，这个汉人从未用过的王号。朱高燧天天在你面前冷嘲热讽，哥哥也是你能叫的，你这个宫女生的野种，要明白自己的身份。这上边天天有3个兄弟作威作福，下边还有个侄子烧烤达人朱瞻基虎视眈眈，你把心一横，就范，我要就范。可能因为穿越的关系，你体内还有着秦始皇嬴政、西楚霸王项羽和卧龙诸葛亮的灵魂，只要给你时间，远离京城，稳步发于种田，何愁大业不成啊？这想法一提出，3个哥哥和大侄子全都乐了，老四要就范，好事儿啊！对他们来说，你就是个外人，但凡有点威胁，就会被痛下毒手。如今主动提起就范，岂不是正中下怀吗？于是四叔一直一起去见了父亲朱棣。对于朱棣这边来说也无所谓，他早就立了朱高炽做太子，对你这个可有可无的四儿子自然漠不关心。于是大手一挥，那行吧，老四，你的封地就定在85，几日后我和大臣宣布。可就在这时，他的脑海里响起了系统的声音：模拟人生系统昊天镜绑定成功，请选择模拟对象。一阵摸索过后，他很快搞明白了这个系统的作用，这可是神器，神器啊！可以模拟子孙后代的一生，从而自己可以制定相应决策。面前的4个选项分别是朱高炽、朱高煦、朱高燧和朱瞻基。他最关心自己的好大孙，这可是谢晋所说的圣孙啊！在他的模拟子选项下，有3个选择，分别是太孙、皇帝和平民。平民二字刺痛他的双眼。什么？太孙居然成为了平民？他不是该成为皇帝吗？注意到老二朱高燧居然也有模拟皇帝的选项，难道说他造反了吗？哎，都怪自己，当初老大身体不好，加上老二骁勇善战最像他，于是经常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你大哥身体不好，你要好好努力。”没成想让对方误会了。想到这儿，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紧迫，连忙点开平民的模拟选项。模拟开始，朱瞻基出生在燕王世家，因为他的出现，被建文帝严加看管的爷爷朱棣内心进行了一番激烈挣扎。朱棣陷入回忆中，当时的他也完全想不通，自己好大哥的儿子怎么会变成这样，把自己给囚禁了。孙子出生后，他的想法变了，他不想让孙子像自己一样被严加看管这个囚犯，于是接受了姚广孝的建议，表面唯唯诺诺，装疯卖傻，甚至在猪圈跟猪抢食吃，暗地里却厉兵秣马，最终靖难成功。模拟题继续，朱瞻基深受爷爷喜爱，后来更是因为谢晋大学士的一句好圣孙渴望3代，直接被封为皇太孙。长大成人后，跟随爷爷东征西讨，北伐游牧民族。看到这儿，朱棣忍不住满意点头，瞻基这孩子确实像他。可他疑惑了，瞻基的能力和志气都如此超凡脱俗，大明将在好圣孙的带领下成为万世传承皇朝，这老二到底是怎么造反成功的？继续看模拟器，在爷爷朱棣去世后，父亲朱高炽继位正是操劳，仅仅10个月就病逝了。朱棣痛心疾首，10个月啊！原以为老大身体再怎么不好，也能撑上个几年。老大是他专门留给孙儿朱瞻基打基础的。瞻基这孩子和自己一样好战，老大把国家治理的风调雨顺，休养生息，才能让瞻基有继续打仗的资本。可怎么就这么早亡了呢？模拟器的信息还在继续，在这一年，朱瞻基登基为帝，年号宣德。宣德元年，在意料之中，二叔汉王朱高煦举兵谋反了。看到这个结果，朱棣反倒是松了口气，但很疑惑，既然瞻基这孩子早预料到老二谋反，不可能没防备啊，这样也能说？朱瞻基对二叔的谋反还是心痛，小时候二叔对他不错，所以并不想杀他。朱棣一阵错愕，他没想到性格跟他一样杀伐果断的大孙子也会有心软的时候，欣慰无比，还是瞻基这孩子跟我心思呀。他深知自己这一生罪行太过恶劣，所以不想让子孙学自己。朱瞻基在二叔谋反之时好言相劝，为了恐吓二叔，并专门挑了一人给他做典范。朱棣眉头一皱，这该不会是想拿老三开刀吧？可模拟器中，朱瞻基选的却不是老三，而是存在感并不强的老四朱萧反。朱棣内心伤感，老四真是命苦啊，从小到大都不被重视，好不容易救翻了，又莫名其妙被拿出来当恐吓老二的工具人。于是乎模拟器内朱瞻基开始了浩浩荡荡的行动。他先派兵封锁了蜀地，让几个小官对朱萧反严加看管。为了活命，朱萧反只能装疯卖傻，企图蒙混过关。朱棣摸摸下巴，怎么感觉这场景这么熟悉呢？
但詹基并不像建文那样志大才疏。果然，最终模拟期内，朱萧凡中了再一逼真，也没办法蒙混过关，只能举兵谋反，打了靖难的旗号，暗地里和朱高煦联络，共同出兵。朱瞻基对四叔的造反感到好笑，这随手可灭的小渣渣也敢反抗吗？在这蜀地发育这么久，有什么用？只手可灭。为了保证行动顺利，他特地派出40万大军，以殷国公张辅为帅，樊仲为先锋，浩浩荡荡开往蜀地。朱棣心中一叹，有张辅和樊仲2个大将在，老四就是有通天本事，也只能坐以待毙呀。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模拟器上的信息让他目瞪口呆。一支1000人部队从成都出发，在四叔朱萧凡的亲自带领下，直捣黄龙，一战活捉了张辅。朱棣震惊了啊！这怎么可能？张辅可是军中名宿，从他起家到现在，东征西讨都仰仗不少，怎么可能被老四给活捉了？眉头一皱，想到一个关键问题：难道老四得到了神秘高人的帮助吗？当即目露凶光，继续看。此时模拟器内，虽然主帅张辅被俘，樊中却没有坐镇阵脚，他直攻成都，只要都城一破，朱萧凡再大的本事也无能为力。朱棣笑了，樊中先锋大军足有10万，成都守军就2000，10万人对2000人，优势在我。但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燕王基地就范数年，却一直深受百姓爱戴。用他们的话来说，就仿佛武侯在世了一样。囚禁燕王的行为让成都百姓怒火冲天，民众们人人参与守城。樊中的10万先锋大军非但没打下来，反而伤亡过半。朱棣震惊了，接下来的信息更是炸裂。几天后，燕王朱萧凡带兵返回成都，一举俘虏了先锋樊中，俘获数万大军。看到这儿，朱棣心中满是苦楚。大孙子，你没事招惹你四叔干什么呀？你不惹他，他老老实实过安稳日子，这下歇菜了。果不其然，朝廷几10万大军兵败的消息传遍大明，各地藩王人心浮动。眼看好好的一个大明即将四分五裂，燕王朱萧凡率兵直捣黄龙，1日内便拿下了京城。最终朱瞻基被俘。战后，朱萧凡因为不是嫡子，外加朝廷民间根基不稳，把皇位让给了朱高煦，自己返回了蜀地。二叔登基后，担心受到骂名，也惦记着亲情，只是把大侄子变为平民，囚禁在京城。最终，朱瞻基每日酗酒为生，没多久就病逝了。看完了整篇模拟，朱棣是唏嘘不已。但很快发现了问题关键点，如果好大孙不去招惹老四，那就完全没啥事儿啊。他低头看了眼正在摸鱼的你，眼中闪过一丝费解。这老四不是嫡子，也没什么根基，他背后那人为什么会选他呢？不行，一定要把他抓出来。正好这会儿，杨士奇站了出来，皇上，如今燕王已经到了年龄，是时候该就藩了。这事儿几天前朱棣就定好了，地方呢也是选的蜀地，这会儿由杨士奇提出来，无非走个过场而已。一时间，几位大臣纷纷出来附和。接下来的剧情理应是朱棣惋惜几句，装作不舍，最后为了大义才勉强答应。可他们得到的回答居然是：朕觉得此事日后再议吧。杨士奇等人满脸尴尬，皇爷这是玩呢？老大朱高炽率先说道：皇上，燕王本身也想就藩，望皇上不要驳了燕王意愿。老二老三紧跟着道：是啊，皇上，燕王年纪够了，再不就藩会让人有想法的。一直在台下摸鱼的你也傻眼了，啥情况呀？赶紧扯着嗓子：父皇，儿子想就藩，望父皇恩准。看台下一帮人劝说着自己，朱棣是真的要吐了呀。尤其是大孙子朱瞻基，你小子这不急着让四叔就藩，是迫不及待想让他日后替你下皇位吧？我为啥留下老四，还不是为了朝堂安稳，大明永固？还有老四这么急着就藩，是想好积攒实力，日后谋反吗？可他心里苦啊，不能说。偏偏就藩这事儿还是他之前同意的，只能硬着头皮找个借口。朕知道让燕王就藩是合理，但毕竟是朕的儿子，朕只是想多留一段时间，享受天伦之乐。此话一出，大家都松了口气，原来如此。但只有你心里苦啊。诸葛亮表示：小四啊，我怀疑应该是什么突发情况让你爹改了主意，你也同意。当初朱棣是绝对想让你就藩的，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早朝结束，等大家离开后，朱棣叫来了锦衣卫指挥使塞哈志，给我派人严密监视燕王。另一头啊，你也发现府里多了不少人。诸葛亮分析道：你爹也是藩王造反，他估计是担心你会有样学样，先监视你一段时间，如果没什么威胁，应该就会安排你就藩了。你也点头。其实啊，压根你也没想过什么造反的事儿，而且就算想，也不是现在，除非朱棣能预见未来，但绝无此种可能。为了挖出你的秘密，特地招呼你来宫中吃饭。老四啊，来了，快坐快坐，甚至还给你夹了一筷子菜，这模样让你满头雾水。啥情况？老爹今天良心发现了吗？连忙装出激动的表情。谢谢爹，您对我真好。这让朱棣一阵感慨，老四这孩子命是真苦啊。
只夹了一道菜就能感动到快哭，我还派了锦衣卫去监视他，我是真该死啊！但很快印下心肠，江山社稷在他心里比什么都重要。为了大明的未来，必须挖出老四的秘密，装出伤心样子。老四，你是不是觉得爹对你不好，所以想早点离开？你只能违心表示，爹，我只想早点回封地，为大明做份贡献。这话说出来，朱棣怀疑更深。老四从小在王府大院长大，能有这觉悟，必定是幕后之人出谋划策。可他万万没想到啊，我有神奇昊天镜，可以模拟人生预知未来，在蜀地那个四面被围的地方都能杀出来。臣要给了一个附属之地，那还不得上天？于是先对你这安抚，表示救父的事儿不着急，还要每个月给你多发1万两，好好享受一下父子的天伦之乐，弥补一下你过去没有父爱的痛。第二天朝会开始，朱棣听了下面大臣汇报，点开了模拟器。但让他奇怪的是，老三朱高燧的模拟资选项中居然也出现了皇帝，难道他也造反了？我的大孙子命苦啊！前几天刚被老二抢了皇位，这下又被老三抢走，不对呀！老三这废材就只有点小聪明，肯定不是好胜孙的对手，那就只有一个可能，有人帮忙。老四，又是你啊！赶紧点开。洪武16年，朱高燧出生，大哥带着买零食，二哥带着去城外打鸟，深得宠爱。朱棣内心感慨，那时候他是朱元璋的好儿子，大哥朱标的亲兄弟，兄友弟恭，真美好啊！都是建文这个小王八蛋。模拟器内的画面还在继续。当得知父亲朱棣被朱允炆囚禁后，朱高燧愤怒父亲受辱，要去找人算账，结果被人揍得鼻青脸肿，嘲笑他不过是个疯王的儿子，还往身上吐口水。虽然平时最爱干净，但为了父亲安危，朱高燧还是带着一批街头乞丐不断往对方府上扔金枝。朱棣眼眶都湿润了，老三还是个好儿子啊，是爹以前忽略了你。数年后啊，朱棣终于起兵造反，顺利登基后，立了大哥监国，带着二哥继续征战。只有朱高燧被遗忘了，他内心失落，父亲为什么不喜欢自己呢？永乐元年，四弟朱萧凡出生，朱高燧感情很复杂，既想像两个哥哥一样维护弟弟，但又怕被他抢走父亲仅剩下的一丁点爱。母亲徐妙云很喜欢这个孩子，虽不是亲生，还经常带在身边。朱棣看到后泪目了，妙云啊，还是这么心善。他一生就只爱过一个女人，对老四冷落，也只是因为懊悔自己跟宫女生了个儿子，对不起徐妙云。很快几年过去，徐妙云身体衰弱后死亡，朱高燧一直认为是这个贫贱出身的四弟带来了厄运，于是之后的多年一直针对四弟。终于永乐16年，四弟在凉州卫救翻了。模拟器外，朱棣思索着，凉州卫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，老四总翻不起什么浪花了吧？在四弟离开京城的当天，朱高燧特地来看他的笑话，更是说了句风凉话：老四啊，要是吃不起饭了，就要找三哥，哥不差你这一顿。几年后，朱瞻基成了新皇帝，可没想到二哥朱高燧不认命，举兵造反了，甚至还联系了朱高燧，但他觉得成功率不大，果断拒绝。果不其然啊，二哥朱高煦被活捉。一开始看到老二造反，朱棣还挺紧张，但活捉二字让他松了口气。毕竟啊，按照之前的模拟，大孙子也不想杀老二，这一次也不例外吧。可下一秒，令他大跌眼镜一幕发生：模拟器内，朱瞻基就在活捉老二的第2年，把他活活烤死了。什么？朱棣不自欲裂，大孙子把老二烤了。老二被毒死被砍头，他都不会这样，毕竟造反了。可大孙子却选择活活把二叔烤死，这还是不是人？模拟器的画面还在继续。朱瞻基为了以儆效尤，特地让三叔朱高燧来京城观看老二的尸身，更没想到，当他准备返回封地的时候，被朱瞻基拒绝并囚禁。朱棣是想明白了呀，这是想像当初建文那个小王八蛋一样，把藩王骗到京城。可此时模拟器的发展出乎意料的炸裂，朱高燧在万分绝望的时候，四弟朱萧凡闪亮登场，一身武艺如同霸王在世，一杆长枪所向披靡，弯弓射箭更是百发百中，硬生生顶了数千大军的包围，把他给救了出去。朱棣都懵了，这是老四？他会这等武功？模拟器继续。得知三叔四叔逃出京城的消息，朱瞻基震怒，出动了60万大军，20万攻打朱高燧的张德，40万攻打凉州卫。朱棣不由倒抽一口凉气，这40万大军，凉州卫的人和畜生加起来都没那么多啊，怎么抵挡？优势在我。可结果让人大跌眼镜，朝廷攻打凉州卫的大军损失惨重，被打得屁滚尿流。这不可能！他忍不住惊呼。这一下让开会的各位大臣齐刷刷看了过来，皇爷这是啥情况？这没事，这没事。安抚完大臣后，朱棣继续看下模拟器，他很想知道老四到底是如何凭借着小小凉州卫挡住40万大军的。可惜他模拟的是老三的人生，看不着。但接下来的情节看成炸裂，因为在老三的视角里，老四朱萧凡消灭了朝廷40万大军后，率领2000轻骑直捣黄龙，几天内杀到皇宫，把朱瞻基给活捉了。
朱棣满脸错愕，这一点人是怎么打进去的？大孙子就算再废，也不可能在有数万大军守卫的情况下，还被2000骑兵给拿下了呀！难道老四的幕后之人是他就范后遇到的吗？不仅一身武艺如同霸王在世，还有超强的指挥作战能力，这人到底是谁？模拟器的消息还在继续，老四拿下朱瞻基后，召朱高燧去京城，并表示让他来当皇帝。朱高燧吓得腿软，谁知朱小反把玉玺丢到他怀里，朱高燧是咋都想不通呀！喂，直到老四拍了肩膀说：“三哥，之所以让我给你，是我还一直记得你那句话呢。”朱棣也懵了，哪句？往上翻，总算看到了。赵四，要是吃不起饭了，就来找三哥，哥不差你这一顿。看到这儿，朱棣不由叹息：“老四，你这个傻孩子呀！你三哥根本不是你讲的那样，他是在跟你说风凉话呀！你怎么就这么心善呢？”他是没想到啊，自己这一家子最在乎亲情的，竟然是一直都不被重视的老四。他觉得自己的教育很失败，老大死得早不说，老二想到侄子的反，大孙子能活活把亲叔叔烤死，而老三更是从小都瞧不起老四。然而模拟器的画面还没结束呢，朱高燧成为皇帝后，虽然文不如老大，武不如老二，但偏偏想像老爹朱棣一样做一番事业，于是乎召集了大军北伐瓦剌。一番行军无碍，终于抵达草原。最终两军经过一番较量，在土木堡进行决战。朱棣怒了，这个废物怎么让瓦剌跑到长城里面来了？不对，难道老三是想诱敌深入吗？毕竟大明兵强马壮，根本不可能出现越打越退的情况。想到老三如果能做出一番成就，消灭瓦剌，这点伤痛就暂且忍下吧。两军决战之前，夜晚下起暴雨，无奈下，朱高燧让几十万大军驻扎在一个地方休整，因为他料定天黑下雨，敌军不可能进攻。但万万没想到，瓦剌太师兵行险招，冒雨全军夜袭，一时间大军炸营，军队损失惨重。朱棣狂怒不已，废物！不仅让大军驻扎在一个地方，还能让人给夜袭了。随即就是心痛，老三这肯定死定了。就这么想着，模拟器里显示，正当朱高燧自知逃脱无望，准备自杀殉国之时，四弟朱小反来了。朱棣内心狂喜，不由松了口气。不知道何时，一看到老四出现，他觉得一切都不是事儿了。老四朱小反率领8000骑兵，天亮之时如战神登场，一举击退了瓦剌骑兵。虽然被救，但朱高燧还是很害怕，怕四弟抢了自己的皇位。之后，老四朱小反率大军反击瓦剌，一路攻伐，雷霆扫血般覆灭无数部落，最终达到狼居胥山，吓得北伐游牧民族哭爹喊娘来京城求和。朱高燧嫉妒了，下令封锁长城，不给任何补给，更是找了个借口，把出征将士的家属全都招到了京城。朱棣怒骂：“废物，你的皇位都是老四给的，他要是想造反，早一脚把你踢下来了！”目光杀人般死死盯着大殿上笑嘻嘻的朱高燧。朱高燧心里发毛，老爹这是咋了？不会又要抽我吧？模拟器的画面还在继续，迫于家人压力，朱小反只能撤兵回京述职，而朱高燧却把他给软禁了起来。但他却忽略了一个事儿，当初朱小反能把他从数千大军中救出，那现在他的武艺有多强呢？3个月后，朱小反逃跑，并回到凉州卫后，立即举兵造反。不到1个月时间，就把朱高燧从龙椅上踹了下来，失去皇位，被贬为了平民。到这儿，老三的皇帝模拟人生总算结束了。朱棣傻眼了，这啥跟啥呀？老四背后那个神秘人呢？怎么从头到尾都没有任何蛛丝马迹？朝会后，他家几个皇子和皇孙都去请功，你一脸懵逼。朱老四这是又发什么疯啊？看到3人都在看自己，客气道：“估计是爹看3位哥哥最近劳苦功高，所以想赏赐一番吧。”朱高燧凑了过来，一脸鄙夷：“那你呢？怎么也被叫过来了？”你无语了，这货怎么处处搞针对啊？然而，正当四叔一直迈进寝宫的时候，听到朱棣的大吼：“老大、老二、老三还有战机，都给我跪下！”他好气，老爷子发话了，几个人是吓得心惊肉跳，扑通一声就下去了。你也想跟着跪？一想不对呀，爹也没叫我跪，就站着。老三皱眉：“老四，你小子怎么还不跪下？”嘿嘿，爹没让我跪啊。谁知你刚说完，朱棣目光就看了过来，大手一挥：“你不许跪！来人，把真的椅子搬过来给老四坐。”老二朱高燧最要面子：“爹，您这什么意思？凭什么老四能坐，我们就得跪着？”朱高燧也来劲了：“是啊，爹，哪有弟弟坐着，哥哥跪的份儿啊？这不开口还好啊，一开口朱棣火腾的一下就起来了。一想到老四从小被老三欺负，还在模拟中不计前嫌救了数次老三的命，结果老三就因为一时嫉妒，愣是把亲弟弟给逼反了。你也知道老四是你弟弟，你办的都是啥事儿？”这时候你开口了：“爹，我觉得三哥说的对，几个哥哥都站着，我这个当弟弟的坐着不合适啊。”闭嘴，老四，你别这么护着你三哥，他不值得。来人，给朕拿鞭子来，正好教训教训个不孝子。朱高燧是真的要吐了呀！爹，你要抽我要给个理由吧，我不想死的不明不白。为什么？指着鼻子骂道：“你还有脸问为什么？老四对你多好啊，你干嘛总跟他过不去啊？”老四对老三好吗？
就连你自己都懵了。朱棣也反应过来了，那都是模拟器里的事儿。不过也对，现在改还来得及。老大不是胖吗？那我就让你减肥。老二不是喜欢造反吗？我就让你当文官。老三不是跟老四关系搞不好吗？我就让你天天跟老四待在一起。大孙子不是手段残忍吗？我就让你去多读点书。还有老四，你不是最喜欢藏吗？我让你天天暴露在别人眼前，让你藏都藏不住。这一刻，朱棣感觉自己像是个可以掌控未来的神。老三吓得是心惊肉跳，爹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肯定好好对老四。他是真怕老爷子把自己给砍了，抢侄子皇位，朱十族都做得出来，还有啥是老爷子做不出来的？看朱高燧认错，朱棣看向老二，朱高煦身子一抖，爹，我也错了，我以后会好好对老四。朱棣笑了，对老四好点是应该，但爹主要是想给你安排个差事儿，让你去当永乐大典的主编，别整天打打杀杀的，对身体不好。朱高煦懵了，这是又夺了自己的兵权？爹，我没等他说完，就瞪了一眼，再比比抽你。随后走到老大身边，给他吓得呀，爹，我平时也没对老四不好，没我啥事儿吧？没干啥事儿就是你最大的事儿。瞧瞧你胖的，今天开始你给我去军队锻炼3个月。老大顿时来了精神，老爷子这是想让我接受老二的兵权啊！我就说嘛，我才是爹最爱的仔。老二委屈啊，怎么老大带兵对身体好，我带兵就对身体不好了？一旁的朱瞻基以为自己没啥事儿，正偷笑呢。朱棣就到了他身边，爷爷，我不胖也没对四叔不好，应该没我啥事儿吧？嬉皮笑脸的。朱棣冷哼一声，就你事儿最大。这个浓眉大眼的好圣孙，当了皇帝后就能把自己的亲叔叔给活烤了，时间一长，还不得把我从坟里扒出骨灰都扬了呀！大手一挥，从明天开始，你去国子监每天读书。朱瞻基一副苦瓜脸，好不容易出来，怎么又给我塞回去了？你看那几个哥哥欲哭无泪的模样，扑哧一声笑出来。可朱棣很快走过来，老四啊，爹想迁都顺天，准备把这事儿交给你来办。你懵了，爹，这是玩玩吧？我一个快就范的藩王，这是应该交给大哥呀。也的确如此，你无根无据的办这事儿，不知道得罪多少人。老大建国多年，朝中势力是遍布都是，反对者连个浪花都办不出来。朱棣一笑，老四别害怕，别给你撑腰。他想得很到位，其他几个皇子皇孙都被他安排事儿了，只有老四有空，而且他背后有人啊。凉州卫那种穷的老鼠看了都吐口唾沫再走的地方，都能整出上万骑兵，区区一个迁都还能难得了对方？不必多言，正义已决。见情况至此，你只能硬着头皮提出一个条件，爹，要我办也可以，得答应我个条件，我只负责见，那些大臣您得帮我拦着。几个哥哥听着是心里发毛，你小子还敢跟老爷子谈条件，不怕被抽啊？谁知朱棣呵呵一笑，那你也答应我一个条件，建成的钱我只能给你1/3。你也是吐了呀，这啥情况？脑海里的诸葛亮叹了口气，真没想到你爹脸皮居然能这么厚。朱棣也知道自己有点过分，补了一句，老四，这事儿办好了，爹就答应就范。其实他这么干根本没指望你能用1/3的钱把京城建好，但就是为了逼幕后人出手。对方要是没出现，以老四这平平无奇的能力，绝无可能办成此事儿。出皇宫的路上啊，老三朱高燧凑到你身边，老四啊，三哥听说你府上人挺少的，要不我送几个婢女给你吧？他是怕老爷子呀。于是乎啊，几个漂亮婢女就被送到你府上。第二天你们都成长了许多。第二天朝会时，朱棣照例打开模拟器，这次大孙子朱瞻基的选项中终于没平民了，舒服。看来自己一顿操作还是有效的，于是点开皇帝的模拟，从朱瞻基的视角来看，四叔朱萧樊接下只用了1/3钱迁都的任务后，所有人都在等着看笑话的时候，朱萧樊居然圆满完成了任务，而且所见京城富丽堂皇，宛如大唐时期的长安城再现。朱棣傻眼了，不是过程呢？还以为终于能看到幕后之人，但细节呢？不过京城真的能建好，也的确让他挺高兴。模拟器的画面还在继续，迁都后不久，四叔朱萧樊奉命就藩，这一次是在安南这片穷苦之地。朱棣愣了，没想到未来的自己这么狠心，把老四安排到这儿。如果是凉州卫，是老鼠路过都吐口唾沫，安南就是连老鼠都不会路过。很快，父亲朱高炽登基为帝，年号洪熙，只可惜身体不好，1年零1天就与世长辞。朱棣看到这儿叹口气，没想到老大的确活得比之前长，但也就多了2个月。暗下决心，一定要加强训练，给他来个特种兵军训。之后，朱瞻基就位后不久，预料当中事情发生，二叔朱高煦造反了。朱棣咬牙切齿，老二就没消停过呀。不过朱瞻基很快击败了二叔，并活捉了对方。而三叔啊也挺老实，除了偶尔看望一下二叔，也没干啥。这让朱瞻基松了口气，一直牢记爷爷的教导呢，不想手足相残。看到这儿，朱棣放心了，大孙子总算教育好了，只要不杀老二，死也瞑目了呀。可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模拟器接下来的画面就是宣德1年秋，朱瞻基把亲二叔放在铜瓮中烤死了，而且还囚禁了三叔。
朱棣彻底疯狂。这怎么又来两极反转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上一秒还疏有知青的，怎么下一秒就考了一个求见一个？之后朱瞻基在位的期间，吏治亲民，军威赫赫，北伐游牧民族，各项功绩让人们看到了朱棣的影子。朱棣叹息一声，瞻基还能当30-40年的皇帝吧？为了大明的稳定，只能忍痛让老二老三他们遭点罪了。可很快就又被打脸，宣德10年，朱瞻基就病死了，只当了10年的皇帝，他真的是要吐了呀！不是，自己还有6年可活，大儿子当了1年，大孙子10年，这就是谢晋口中的好圣孙渴望3代？不对，难道说大孙子的儿子活的时间很长？他觉得一切的希望都应该在孙子的儿子身上了，毕竟瞻基的孩子天资高，生出的孩子肯定不会差，他风狼继续，重孙到达的地方绝对会比他还要远。到这儿模拟算是结束了，下了朝又把几个皇子皇孙叫了寝宫，老大排在第一位，老二顺势躲身后去了，他怕老爷子一会儿生气了砸东西过来，有老大当肉炖好，谁让他胖呢？老三也是一样想法，走到老二后边，你刚想进去就被老三拉到身后，四弟你跟在我身后就行了。他也不知道为啥脑子一抽，或许在他心里自己也想当一次哥哥吧。朱棣是无语了，你们几个玩老鹰抓小鸡呢？放心，今天不砸你们，大家都松了口气。于是乎各自散开，规规矩矩站好。一旁的朱瞻基看几位叔叔的好戏啊，一直在偷笑，可很快笑不出来，因为老爷子直接看向他，瞻基你跪下，爷爷求你点事儿。朱瞻基没敢放屁，跪了下去。怎么求人还带让人跪下的？朱棣是语重心长，从今以后我不希望你对任何的亲人骨肉相残。没办法，他心痛啊，连着好几次大孙子都把老二做成了北京烤鸭，他希望改变这一切。朱瞻基只能老老实实发誓。接着朱棣走到老二面前，扑通一下他就跪下了。老二你不用跪，起来吧，大意了，跪早了。麻溜站起来，朱棣叹了口气，老二是爹对不住你，之前说你大哥身体不好，让你多努力，没想到让你误会。朱高煦知道是啥意思，面色阴沉，爹我知道了，以后绝不会多想。朱棣也知道这话纯属放屁，但没办法呀，他不想老二日后被大孙子烤死。走到老三面前，朱高煦很难受，想跪下来吧，又怕老爷子没让他跪，只能半屈着身子。朱棣皱眉，混账，给我站直了，唯唯诺诺像什么样子？朱高煦一脸委屈，爹知道了。朱棣看这样子有点心疼。老三跟老二不同，这次的模拟中很老实，不由伸出手正拍拍肩膀。老三啊，朕对你没什么要求，跟老四搞好关系就行。朱高煦是懵了，今天老二被骂了，大侄子也被骂了，自己不仅没被说，还被安慰，嘿嘿，我果然才是爹最爱的崽。之后啊，朱棣大手一挥，宣布了要给你安排婚事儿。你傻眼了？不是爹，我也不想结婚。爹，我跟你摊牌了吧，如果没有任何感情，那我宁愿不成婚。哥仨笑呵呵的。他们虽然都是奉父母之命成婚，但并不妨碍他们很爱妻子。或许啊，这就是老朱家的优良传统吧，大部分都是情种。朱瞻基不合时宜的翻了个白眼，四叔，我觉得成婚不一定需要感情啊，女人嘛，不就是为了生孩子？闭嘴，住口，不要说话！三兄弟怒视过来。他想不透为什么老爹跟叔叔一起怼自己，难道我不是老爹最爱的崽吗？朱高炽怒道，混小子，以后敢再这样说话，信不信老爹我抽你？老二老三也紧跟着，算上我也抽。朱瞻基吓坏了，爷爷他们都抽我，您可一定要救救大孙子啊！朱棣却一声冷哼，别找我，他们要是不抽你，我抽你。他突然感觉好陌生，这个世界到底怎么啦？最后散场之前，朱棣大手一挥，婚事就这么定了。爹，我没同意啊！朱棣懒得听你叫喊，把门一关，哥仨还有大侄子难得看到你的笑话都在偷笑，谁知你一脚狠狠踹了大门，然后撒丫子跑了。剩下几人是目瞪口呆，啥情况？老爷子的门也敢踹？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朱棣怒吼，哪个小崽子踹了门？朱高煦反应快，爹，是老四踹的，他早跑了。朱棣冷哼，别把黑锅扣在老四身上，他这么老实的孩子绝不可能做这种事儿，你们几个统统把孝经给我抄10遍。另一头啊，等你回了府，管家来跟你哭诉，说咱们衍王府的铺子被人找麻烦了，应天府的人说那地方拆了，准备修个衙门，这是拆的是铺子，赔的是宅子，亏大发了。谁知这消息一听啊，你眼前一亮，现在的年代可不一样，后世谁听到拆迁不是恨不得敲锣打鼓放鞭炮的？计上心来，有办法搞定迁都顺天的事儿了，不仅不用花钱，甚至还能大赚一笔。于是乎啊，找到3位哥哥，表示只要每人借你5万两银子，等迁都完之后必数倍奉还。3位哥哥一听，好事啊！朱萧凡这小子身后有老爷子站着呢，还能怕他不还钱？果断答应。而这消息也被你宣传出去，那些个民间富商听说几个皇子都投钱进去，顿时都来劲儿了，纷纷来你府上拜访，也说要投钱。这下就跟滚雪球似的，积累了好多钱。朱棣刚打开模拟系统，就在朱瞻基的分支下看到个新名字朱祁镇，哦，是好圣孙的儿子。不单如此，
他看到朱祁镇名字下还有3个模拟选项，太上皇的选项让他格外好奇，难道朱祁镇是皇帝当腻了，所以退位给后代来当吗？毕竟大明开国时间又不长，朱高炽和朱瞻基又都是明主，交到朱祁镇手里的应该是个安定祥和而又威震四方的大明。想到这里，心里充满了欣慰，这孩子还会主动退位，不错，那就来看看他的皇帝生涯有多精彩。模拟开始，宣德2年，朱祁镇在一片雷雨交加中出生了，这似乎是上天在昭示什么。朱棣激动啊，看看我的重孙就是不一样，出生都惊动了上天。宣德5年，朱祁镇被认为太子，二弟朱祁钰因为性格软弱而不被爹爹所喜。朱棣愣了，我大明还能有性格懦弱的皇子？再怎么说，他都是一路打到沃难河，封狼居胥的皇帝。不过还好，朱祁钰不是长子，这一切都还看朱祁镇这个孩子。宣德10年，朱瞻基去世，朱祁镇登基，年号正统。好，这年号一看就非比寻常。他当初只想让天下百姓永远安康欢快，才选了永乐为年号，这必然是预示着重孙子会像自己一样开创一个大明盛世。自己都打到沃难河，重孙再怎么差，应该也不会太近吧。果然模拟器上，朱祁镇坐上龙椅的那一刻就暗暗发誓，一定要像自己的爹和太爷那样，要走得很远很远。正统8年，太皇太后张氏薨，朱祁镇亲政，想有所作为，但一入手却是感觉一坨乱麻。好在贴身太监王振细致照料，帮忙批了奏折。朱祁镇觉得自己或许不善内政，于是熟读兵书，想在军事方面有所作为。可尝试一段时间后，却觉得军营太辛苦，产生了退却的想法。朱棣是越看越不对劲啊，宠信宦官，不理朝政，还吃不了苦，怎么越看越有一种灭国之祸？模拟器的画面还在继续。正统14年，瓦剌部落南下入侵，朱祁镇企图一较亲征，朝中大臣纷纷劝阻，他怒不可遏。一个小小的瓦剌也敢伤我大明子民，这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王者之师，雷霆之怒，指着龙椅大喊：朕不怕瓦剌，耻于做此皇位。好，朱棣内心激动，很好，重孙有如此壮志雄心，怎么能不欣慰？这孩子波澜壮阔的一生就要这样开始了吗？模拟器内，朱祁镇率领50万大军亲征，当他得知对方只有区区20万大军时，嘎嘎大笑。不管怎么说，会战兵力是50万对20万，优势在我。正在看的朱棣也觉得没什么毛病，这么多怎么输嘛？打这样必胜的仗，又是御驾亲征，得胜回朝后必然威望大增，让这里朝政看出疆土，大臣百姓上下一心，我大明的盛世要来历。在朱祁镇行军途中，遇到连绵不断大雨，大军行进困难。此时贴身太监王振提出可以绕道，还顺道可以路过看看自己的家乡。只是没想到大军往他家乡开拔之时，王振又犹豫了，害怕踩他自己家乡的庄稼，请示原路返回。朱祁镇虽然很生气，但毕竟王振是从小玩到大的，还帮忙处理政务，最终答应。然而当大军来到土木堡之时，因为粮草辎重运送不及时，全军上下怨声载道，最终也只好在王振的建议下原地扎营休整。朱棣看到土木堡3字，本能眉头一挑，怎么总感觉不对劲啊？上次模拟老3的时候，他就折在这里。朱祁镇看着50万大军要扎营在这小小土木堡，感觉一阵心烦，想要听从各路将领建议，让大军散开驻扎。而这时王振却表示，大军分散容易被瓦剌突袭，还不如聚集一处，让对方不敢轻举妄动。朱棣怒血攻心，差点气晕过去。蠢货，蠢货！大军聚在一起，但凡有夜袭必定炸营。果不其然，深夜瓦剌大军在太师野贤的带领下夜袭军营，数十万大军突然遭袭，军营大乱。士兵因为深夜看不清敌人，只能闻声反击。无数大明将士没被瓦剌杀害，反倒死在自己人手上。英国公张辅牺牲，朱祁镇被俘，朱棣痛彻心扉，嘴角血都流下来了。50万大军啊，就这么死在自己人手里。突然想到一个人，对了，老四呢？上次老3是被他救的，这次呢很快沉默下来。如所料不差，老4被他分到安南就翻去了，根本不可能翻越数千里来救朱祁镇。模拟器上的信息还在继续，朱祁镇自知逃跑无望，先要拔剑自刎殉国。朱棣心中叹息，感觉好说不少，重孙还算有点血性，我大明岂有投降苟活的皇帝？然而当冰冷的宝剑横在脖子上时，朱祁镇突然害怕，不想死，于是被绑起来，像猴子一样展示给瓦剌各个部落的首领看。朱棣暴怒，彻底放火！我老朱家没你这样的种！这一下可给大殿上的大臣们吓坏了。朱瞻基腿一软，爷这是咋啦？朱棣愣了半晌，很快反应过来，冷着脸道：你们继续议事。朱高炽、朱高煦、朱高燧冷汗都下来了，他们还不知道老爷子骂的是谁，但谁也不敢保证不是自己。你被朱棣吓了一跳，还是继续摸鱼。他打开模拟器，有点疑惑，重孙被俘，那模拟应该结束了才对啊，可接下来的画面直接把他血压拉满了。
朱祁镇被瓦剌太师野先利用，朝大明索要好处，甚至在进攻大明关隘城池时，亲自帮忙劝说守城士兵开门。因为朱祁镇无数大明子民被杀，女人被抢走，孩子被摔死，朱棣是真的心痛啊！真的大明蠢货，蠢货！这个被寄予厚望的重孙，为了活命这么做。长此以往下，大明方面另立了朱祁钰为皇帝，年号景泰。而朱祁镇被尊为太上皇，现在朱棣总算是明白过来，为啥会有太上皇这个说法了？这小子根本不配当皇帝。我倒很好奇，不对呀，我点的是皇帝模拟，这皇帝生涯都结束了，怎么模拟还在继续？突然心中冒出了一个可怕想法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能有被俘虏的皇帝还能继位的？当朱祁镇被挟持到京城外后，却发现了京城内房屋都已被大臣于谦整顿起来，即便是曾经的皇帝，他也仍然下令射箭。朱棣大笑，于谦那个喝醉了敢骂我的新科状元，好胆量，我喜欢。而更加让朱祁镇没想到的是，他原先那个看不起性格软弱的弟弟朱祁钰，竟然把自己的后背让给了于谦，亲自带兵冲杀，一边哭一边拿着刀冲锋。我不是我娘的小玩意儿，我是朱家的子孙，若大明真的要亡，我愿做第一个殉国的。朱棣唏嘘不已，大孙子战绩看走眼了呀！就连性格软弱的朱祁钰都敢带兵冲杀敌军，而那个自吹自擂、喊出不破瓦剌、始于做皇位的朱祁镇，却为了活命甘愿当敌人的走狗。终于，太师野先退兵，带着朱祁镇一路挟持着，穿过了沃难河这个太爷爷曾到达过的地方，走向了更远处。几年后，瓦剌经常被大明击败，也从朱祁镇身上榨不出什么好处，最终将他放了回去。朱祁镇很快对成为皇帝的亲弟弟心生不满，最终在徐有贞的帮助下，趁夜拿下皇宫，并且误死了病床上的亲弟弟。从此以后，再次成为大明皇帝，年号天顺，朱棣彻底疯狂！畜生不如，畜生不如啊！明明朱祁钰没了子嗣也没什么威胁，可朱祁镇还是要杀他。模拟器的信息还在继续。重新继位后，朱祁镇第一件事情是网络罪名，杀掉了曾经向他射箭的于谦。而且民间起义爆发，大明边境各部落也经常来侵犯，这导致在景泰年间重新恢复的国力再一次衰败。天顺8年，朱祁镇因病去世，模拟结束。朱棣叹息，这一次模拟中最让他感到可惜的是老四朱孝矾没有出现，以他背后之人的能力，完全可以做到救大明于水火，但老四却被他安排到了安南，看来下次不能把老四安排太远。于是低头看了看正在摸鱼的你，燕王，新京城如何打造？心中可有计划？你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计划图，这工部尚书一看，直接就愣住了。其他大臣一看，纷纷叫好，这居然有如此完美的城池！你笑了，这个是按照现代人改过的超级长安城设计的。朱棣内心充满骄傲，你瞧瞧，老四还是让朕省心的好孩子，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，老四优秀的基因肯定是从他的爹身上继承下来的。不过很快有大臣提出质疑，没别的，因为这图纸上的规模不知道得花进去多少银子。你却呵呵一笑，大家放心，建这座城池，我非但不需要朝廷拨款，反而只需要给我写一张400万的欠条就行。唯一的要求就是建成这件事上，朝廷得全力配合。人群中突然有人逼逼了一句让全家9族都会感谢的话，那要是造不出来呢？这声音很小，大家也没听清楚谁说的，朱棣也没听到，不然说不定还会再灭个10族，敢瞧不起他的宝贝老四，反了他了。朱棣通过模拟器看完朱祁镇的一生后，差点没气背过去，于是叫来好圣孙，詹基啊，你跪下，爷爷求你点事儿。他胸脯拍得砰砰响，爷爷请说，孙儿保证能让你满意。好，很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不是，爷爷到底啥事儿啊？朱棣瞥了他一眼，是你大婚的事儿啊。爷爷决定了，再推迟2年。一想到那个重孙朱祁镇，他就气不来一出来。如果不是模拟器查不出这孙子生母是谁，他现在已经派人过去暗杀了。朱瞻基是真的懵了呀！整个大明朝也没像他那样20多岁的大龄单身啊，他是真的要哭了。但黄爷爷说一不二，没办法，只能含泪答应。接着朱棣说：“老大，你过来。”爹，啥事儿啊？你每天去军营2小时时间不够，再加上锻炼3小时起步。朱高炽汗都下来了，他本来就不是干体力活的，哪受得了这个啊？之后朱棣叫来朱高煦和朱高燧，汉王爷，我交代你去监管永乐大典的编纂，你是压根儿没放心上是吧？也是，反正我老头子活不长，你估计成天都想在我死了后怎么造反吧？老二吓得身子一抖，他想造反的确不假，可老头子不是还没死吗？爹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这个当儿子的怎么可能会造您的反？朱棣冷笑，你是不敢造我的，但你敢造大侄子的，而且每次模拟都不间断。想到这儿，心里来气呀！你能比詹基强？彻底哦不，先慢点疯狂。突然有个大胆想法，要不就让老二来当这个皇帝试试？反正他模拟器在手啊，就算老二当的不行，也可以随时改主意。是了，这才是模拟器真正的用处啊！于是忽然变得热情，
老二累着了吧？来爹旁边坐。朱高煦懵了，老大、老二和大侄子也都懵了，他们想不通，老头子不是最看不惯老二这股造反劲儿吗？怎么突然变了？至于你嘛，一直坐在旁边摸鱼。朱棣语出惊人，老二，你跟爹说句实话，想不想当太子？这话一出，全场都震惊了。不对，老爷子肯定在试探我，连忙把胸脯拍得砰砰响。爹，太子是大哥的，我不想当。这个回答老头子该满意了吧？谁想到朱棣更生气了，指着他鼻子骂：懦夫，我没你这样的儿子，给你个太子都不敢当。说实话，他在模拟戏内看几个崽子斗的是你死我活，尤其是老二，每次都被大侄子做成北京烤鸭，他是真的要吐了呀。朱高煦快哭了，爹，我都说了不造反，你怎么就不信呢？朱棣皱眉，他懂了，肯定是自己态度转变太快，让老二误会，于是温和道：高煦，爹没说你造反，只想问你愿不愿意当太子。这接二连三的态度让大家都怀疑了，不是老头子难道真的是要老二当太子？朱高煦想着，难道爹对大哥不满意了？一记龙屁拍过去，爹，您是皇帝，您想让谁当太子，谁就是太子。朱棣呵呵一笑，好，很好，拍拍肩膀，老二啊，想当太子的话就好好表现，爹看好你。他这么说啊，就是想看看朱高煦在模拟器中的表现，但这话让朱高煦 PTSD 都犯了。当初进来之前，老爷子经常拍着肩膀说世子多病，汝当勉励之，他当时听得老兴奋了。后来老爷子当皇帝了，又说他尖嘴猴腮，哪有一点帝王之相？忽悠，接着忽悠，你看我信不信你半个字儿就完事儿了。爹，我不想当太子，我还是当我的汉王吧。在场所有人都感觉不可思议，这还是那个整天把造反挂在脸上的老二吧？老大和朱瞻基松了口气，但 Judy 不 happy 啊，我是真的想让你当太子，怎么就不信我这个爹呢？语重心长，老二啊，爹不想骗你，如果你表现好，这太子之位也不是不可以考虑。不说还好啊，一说朱高煦更坚定，看看，考虑，这不还是在画饼吗？爹，我是汉王，太子是老大的事儿，跟我没关系，可别找我。朱棣真的是要吐了呀，这可是太子，这么好的机会就拒绝。想到这儿，是气不打一处来，你给我站起来，在我这个宫里只有太子能坐，你这个汉王给我起立。这话说的让一直坐着的你有点尴尬，您这指桑骂槐的说谁呢？但刚抬起半拉屁股又被朱棣叫住了，没说你老实坐着。朱高煦也是赌气，站起来往老三那边走，嘴里还嘟囔：我就知道您是故意针对我，还只有太子能坐，那为啥老四坐着？您想让他做太子吗？老三朱高煦是脸都绿了呀，二哥啊，我招你惹你了吗？没看老头子生气了，可他已经在角落，想换位置都不行，乖乖低着头装死。朱瞻基一听这话，心里有想法了，连忙拉过一把椅子要让老爹坐下，可刚一动，朱棣就发话：怎么，我这破寝宫也站不住您太子爷和太孙了？要不要我这个位置也让给你们？老大干干笑笑，连忙站得笔直。朱瞻基心疼老爹啊，老爹胖，站这么一会儿汗已经下来了。爷爷，您刚不是说了吗？我爹是太子，坐下应该没事吧？朱棣本来想发火，但看老大一脸虚的样子也心疼。你就算再喜欢吃，也不能吃这么胖啊！哎，行了，坐吧。哎，谢谢爹。朱棣又看向老二，发现他和老三在角落，你们跑那么远干嘛？是翅膀硬了，不想跟我走一条路了？我哪敢啊，就是吃不了您画的饼，怕噎着。朱高煦心惊肉跳，二哥，您想挨打别拉上我呀！小心翼翼往旁边挪。朱棣叹口气，高煦啊，爹也是想历练下你，看看你的本事。他强忍火气，不忍不行啊，实在是重孙朱祁镇给他恶心坏了，一定要看看大明如果换一个继承人，会不会变得更好。看老爷子话都说到这份上，朱高煦眉头一皱，难道爹是真想让我当太子？想想最近老爷子的确有点不正常，让老大去经营，让他去监管永乐大典，一连串信息加一起，他懂了，他全都懂了。一拍胸脯，爹，既然您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那我这个当儿子的肯定要让你满意。爹，您就调好吧。朱棣满意点头，我家老二最乖了。看向一旁的朱高炽，老大，我想看看老二有没有管理国家的天赋，你不会怪我吧？老大看得很清楚，爹，这天下是您的，您想让谁当太子，谁就当太子。他了解老大本事，而且就是他手上扶植起来的势力，也足够保他一家无虞。朱棣满意，拍拍肩膀，高炽啊，你也是个乖孩子。行了，你们都回去吧。不过走的时候，这老三是满脸委屈，老大、老二是乖孩子，老四是孝顺孩子，大侄子是好圣孙，只有我除了被骂还是被骂，难道只有我不是亲生的？你准备走的时候，被朱棣叫住了，你摆摆手，爹，我不想当太子，您还是别跟我说了。朱棣是满脸无语啊，我就是想问问你，建设新京城的事儿，真的没问题？你拍拍胸脯，爹，只要您帮我搞定那帮大臣，我肯定没问题。等你回去后，或者脑海中的欲烈，秦始皇、项羽各两拳头活跃起来，哟呵，又来新人了呀！
不知道这次新人实力怎么样？没错，每过3年，你的脑海里就会觉醒一位历史名人灵魂。没一会儿，一个中年男子出来，这是哪儿？嬴政第一个上去打招呼，报上你的名字和擅长的东西。那人道：我姓韩，会点兵法。项羽一下子猜到了，你是韩信。诸葛亮也震惊了，兵仙韩信啊！这嬴政一脸懵逼，谁呀这是？后来听诸葛亮一番解释后，他笑了，对韩信说道：你好，我是秦始皇，现在遇到了点困难，想寻求你的帮助。事成后，我封你为大将军。哦对，这里给大家补充下设定，朱棣为什么一直不模拟主角朱孝樊呢？那是因为模拟器上显示他亲密度不够，无法模拟，所以朱棣也一直在努力提高亲密度。话不多说，第2天早朝，他又打开了模拟系统，选择了老二朱高煦的皇帝模拟人生。朱高煦被立为太子，朱高炽被降为闵王。之后朱棣在外打仗战死，朱高煦登基。由于心中警惕父亲叮嘱，不轻易开启战事，休养生息，一直担心的大臣们也开始辅佐他管理大明。朱棣意外了，老二转性子了，会打仗，也牢记他吩咐不轻易开战。难道说他才是最适合当皇帝的那个？可下一秒迅速打脸。第2年，北方游牧民族联军进犯大明边境，朱高煦暴怒，不过大臣反对，在未立太子监国的情况下，执意御驾亲征，而且因为户部官员不给钱，直接把他们都给砍了，拿了国库所有存银，召集100万大军，是要一举灭敌。这一战打得昏天地暗，血流成河，虽然扫灭无数草原部落，但这时大明将士损失严重，几乎家家披麻戴孝。虽然最后草原都被灭了，但国内没有太子监国，大臣们开始结党营私，大明国策频频出错，冤假错案频发，各地藩王拥兵自重。朱棣好气，这怎么才几年光景就有了亡国之相？真的大明啊，气得恨不得现在就把老二绑起来抽陀螺，还大手一挥就召集上100万大军。奶奶的，我打了一辈子仗，也没这么享受过呀！哪一次不是又哭又喊，才从老大那里坑蒙拐骗点金饷出来？模拟器继续播放。由于朱高煦把所有钱都拿去打仗，国内民不聊生，他虽班师回朝，但万民一点感激心思没有，各地活不下去的百姓爆发起义。朱高煦没有爷爷那么强治国能力，只能靠武力镇压，无数大臣被杀，藩王被问罪，但镇压越狠，反对越强。终于某一年，各地有远近的藩王和豪强联手，一路向北直逼京城。他心里郁闷，明明自己什么都没做，大明怎么就要没了呢？朱棣冷笑，还什么都没做，征召100万大军，掏空国库，但凡各地有点小难小灾，都会引发大问题。而这个混蛋竟然连监国太子都被定下来，简直就是在拿大明的未来开玩笑。为今之计，就试试看老3了。至于老4，他倒是想，可还不是因为他亲密度不够来着吗？继续看模拟器，叛军很快杀到京城，可就在进攻皇宫的时候，朱孝樊来了，带着3000轻骑直捣黄龙。将叛军主帅一同抓获，至此叛军大败，朱棣震惊了几千轻骑闯进几十万大军，还把主帅给抓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人情够打吗？而看到四弟来救，朱高煦嚎啕大哭，嘴里喊着自己对不住四弟，可心里却想着如何让他离开。谁知朱孝樊仿佛卧龙在世一样，轻易看出他的想法，冷笑几声直接离开。之后叛军再度攻打皇宫，这次四弟再也没来，朱高煦死了，模拟结束。朱棣哈哈大笑，死得好，死得妙啊！这当的奶麦子皇帝，搞得大明人心涣散，快要亡国。想到这儿，不由怒视一眼下方朱高煦，可他却只好挺胸，看看老爷子是觉得我表现不错啊，前几天说要让我当太子，现在还关注我了，嘿嘿。随即装腔作势，对众位大臣指指点点，大臣们都莫名其妙，啥情况呀？没事，一边待着去，没看他们这萌嘛。朱棣看到这模样更生气，死死盯着他。朱高煦笑了，瞧瞧看，我做的对，老爷子这是在肯定我。越想越来劲儿，昂首挺胸，迈着四方步在大殿上瞎转悠。朱棣彻底疯狂！看王爷，如果你尿急就滚出去，别在这里跟个耗子似的啊！朱高煦是彻底懵了呀，啥情况？皇上，臣只是觉得脚站麻了，想活动活动。朱棣一点面子都没给他留，活动好了，就给我老老实实站那儿。随后指了指台下摸鱼的你，看看人家眼王，从进殿以来就一直耐心听群臣讲解。朱高煦是真的要吐了呀！老爹你也瞎了吗？老四一直在摸鱼啊！但没办法，必须认罪。皇上，臣下次不敢了。等下了朝，朱棣把四叔一直再次叫到寝宫，上来就是一句话：老二，你跪下，爹跟你商量个事儿。爹，您说吧，不就是跪着吗？太子都给当了，跪下咋了？朱棣摸了摸他脑袋，认真开口：你能不能不当太子？所有人都懵逼了。老爷子前几天还一个劲儿的鼓动老二好好干，怎么又反悔了？朱高煦肠子都快悔青了呀！当初就不该信老爷子的话，你看看，这才过去几天，连骗都不愿意骗我了。爹，为什么呀？
朱棣闭眼叹气，高绪爹有苦衷啊，他是真的要吐了。模拟器的事儿说也不能说，朱高煦只能问声问气道：“知道了，爹，我不当太子了。”心里 OS： 大不了我以后自己造反当皇帝去。朱棣叹气：“老二，这一次是爹的错，你站起来吧。”朱高煦委屈巴巴回到哥几个身边，原以为大家都觉得今天这事儿到此结束，没想到老爷子一挥手：“老三，你过来。”爹，啥事儿啊？没回答问题，反而上下打量他。来，老三，你转几圈，让爹好好看看。朱高煦正3圈反3圈，又讨好问：“爹，您还满意吗？要不我多转几圈？”好不容易在老爷子面前表现一回，可得热乎点。谁知朱棣认真的问道：“老三，你跟爹说句实话，你想不想当太子？”大家都懵了。老爷子这是觉得忽悠人好玩是吧？想起老二的下场，朱高煦连忙否认3连：“没有，不可能，绝无此事。”朱棣是真的心里苦啊，他也不想忽悠儿子，但老三不愿意当，他就不能摸你，只能硬着头皮。老三，爹这次是认真的。这话一出，大家都是要吐了呀！您哪次不是认真的？朱高煦连忙摆手：“爹，我跟二哥不一样，我不傻，您还是别把主意打我头上了。”老二不愿意了：“老三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我可是你哥。”朱棣连忙瞪他一眼，对面笑容重新忽悠老三：“老三，爹真的是认真的。爹，我也是真的不想当太子。”开玩笑，压根不信。你看老大一直在那偷笑呢，太子都不急，你想换太子才有鬼了。朱棣是无奈啊，看老爹唉声叹气的朱高煦有点不忍心：“爹，要不然我就先答应您了。”他想着哄哄老爷子也挺好。临走前，朱棣担心他还没当真，又喊了一句：“老三，爹看好你哦。”朱高煦忽然愣住了，心中冒出个大胆想法：“爹，你真的是认真的？”“那当然，爹从不说谎，我是真的想让你当太子，但你必须拿出成绩来。”其他哥几个都是无语。老三不是吧？这你都信？面对众人的劝说，朱高煦满脸自信：“我跟你们不同，爹对我是认真的。”一脸开心，赶紧回去定做4爪龙袍。老爷子不是喜欢自己在他面前转圈吗？到时候一定要穿上龙袍，在老爷子面前多转几圈，让爹爹看看谁才是那个最靓的仔。过了几天早朝，等模拟器冷却转好，朱棣迫不及待给打个模拟。昊天镜是圆的，又是神器，所以在启动的时候也可以喊一句：“元神启动！”模拟开始，跳过开头的生平。永乐16年，朱高煦被立为太子，朱高炽被降为闵王。虽然不理解父亲为什么立自己做太子，但他就是很自信。朱棣笑了，很好，当皇帝就不该有这样的自信。永乐19年，迁都完毕，朱高煦受命统筹各部办件大事儿，他很自信，找了大哥帮忙。大哥对这事儿熟得勤来，朱高煦一点都不担心，他现在可是太子，大哥只是闵王。迁都完毕后，四弟朱孝藩就藩了，朱高煦带着2位哥哥和大侄子去找户部尚书夏元吉，说当初朱孝藩承诺的400万两欠条。他虽然知道很困难，但是很自信。可万万没想到，夏元吉一伸脖子怒喊道：“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！”朱高煦大喊：“狂妄！”抽出侍卫的刀放在脖子上，想吓唬他。这一定该怕了吧？他很自信，可就万万没想到，因为脚下一滑，用力过猛，竟然直接把夏元吉的脑袋给砍了下来。一时间，四周寂静，大家都不可思议盯着他。他起初惊慌，但随后充满自信，他可是太子。看到这一幕的朱棣彻底疯狂！你子啊，当初就不该把你生下来。心有余悸，赶紧看了看下方，正在唾沫四溅、跟人争议拨款之事的夏元吉。要钱没有？要命一条！户部没钱。说着两眼闭，伸出脖子，可忽然怎么感觉脖子凉飕飕的？环顾四周，看到朱高煦时，不知为何心中涌现出一股想骂娘的冲动。朱棣汗颜，继续模拟。此时模拟期内，朱高煦被暴怒的父亲剥夺了太子之位，关进天牢。虽然这只是死牢境地，任何人都不可能活着出去，但是他很自信。朱棣是真的要吐了呀！自信，到底是什么让你这么自信？谁给你的自信啊？之后，朱棣病逝，传位给大哥朱高炽。朱高煦开始变得不自信了。看到这一条，朱棣是真的懵逼了难道是我让他这么自信的？但很快否认3连：“没有，不可能，绝无此事。”之后就是常规剧情，老大死了，朱瞻基登基，老二造反，又被大侄子做成了北京烤鸭，朱棣都看麻了呀。经过那么多次模拟，他内心早就跟老三砍了夏元吉的那把刀一样冰冷，但接下来还是把他的血压迅速拉高。朱瞻基病死后，朱祁镇就位，他在大殿上怒吼群臣软弱，又喊出那句经典口号，要让瓦剌好好看看什么叫做王者之师，雷霆之诺，朕不破瓦剌，耻于坐此皇位。朱棣痛苦闭眼。接下来就是土木堡剧情，难道这就是命运吗？已经让瞻基推迟2年结婚了，怎么还生出这个重孙？要不再让瞻基推迟几年？不过剧情在有个地方发生改变，就是朱祁镇50万大军在土木堡被袭击，他自己被俘虏之际，突然战神朱萧凡出现。
带领凉州卫1万骑兵突袭瓦剌，想要把朱祁镇救回来，但万万没想到朱祁镇死在了乱军中。虽然瓦剌后面一直宣称自己从未杀死过大明皇帝，但大明上下所有人都不太信的。最终四弟朱孝樊率领土木堡残兵，外加本部轻骑兵，把瓦剌赶出了长城。朱棣一喜，舒服了，只要老四出现，大明就还有救啊！最后四弟朱孝樊登基，年号永成，并且迅速休养生息。永成4年，大明国内安定，朱孝樊打着为朱祁镇报仇的名号进攻草原，仅仅1年时间不到，就离庭扫穴，杀了草原几乎无人。朱棣狂喜，好，很好，不愧是我的老四，没让我失望啊！永成5年，朱孝樊突然宣布要改变祖宗法度，只可惜这时朱高燧71岁，老死了，模拟结束。朱棣懵了，孽子，你怎么死那么早？老四到底做了什么？他为什么改变祖宗法度？他好急，老四到底改了啥？正好这会儿关闭模拟器，看见朝会上老三正在溜达，对群臣一气之使的怒骂：赵王，你不老老实实待着，在那上蹿下跳干什么？老二朱高煦差点憋不住笑，看看我说什么，老爷子就喜欢忽悠人。前几天他也是这么被骂的。朱高煦想起了老二前几天的教训，连忙道：回皇上，儿臣觉得天寒地冻，手脚冰冷，所以想活动。朱棣无语了，老二上次被骂是手脚发麻，你说手脚冰冷，你们除了手和脚就不能换换脑子吗？行了行了，回去老实待着，毕竟是自己的崽，当众骂属实不太好听。朱高煦碰了一下朱高燧，有点幸灾乐祸。老三嘴巴很硬啊，爹这是在提点我还能这么解释？没错，爹的意思是让我当一个拍板的人，而不是个提意见的。二哥，这下你懂了吧？刚开始他也只是想找回点面子，但说着说着，不对呀，我说的可太有道理了。面露笑容，朱高煦听了这个解释，忽然间笑不出来了。他觉得老三这话似乎有点对，不然为什么爹骂他的时候说像只耗子，骂老三的时候只是让他老实待着？散场后，大太监让他们去御花园一趟，皇爷有请。老大朱高炽想起了你还在睡觉，老三一把拉住，没别的，老四一直上床摸鱼，还没挨过骂，他不服。朱高炽还犹豫呢，就被老二和老三一起拉出去了，视角来到朱棣这边，他一眼就瞥到了哥几个，还有老三背后的你，还没开口呢，老三就开始告黑状。爹，老四还在议事殿睡觉呢，我喊都喊不醒，所以我们几个就来啦。朱棣还以为自己听错了，你确定老四不就在老三身后吗？难道看到的不是真人？想到这儿，本来就不想待在应天的他是一阵后怕呀，必须的，我10分有12分的确定。朱棣不敢看，再问老二，没想到他也把胸脯拍得砰砰响。爹，老三说的当然是真的，不信你问老大呀。朱棣更紧张了，不行，监督的计划不能等到明年，这应天是一天都待不下去了，瘆得慌呀。强装镇定问老大，老大呵呵一笑，爹，老四不就在三弟后面吗？没错，他一直在和自己的好大儿在一块，所以老二老三看不到的地方他这个角度反而能看到。本来是想提醒一下两个弟弟，但他们俩嘴太快，无奈只能心疼闭眼。老二老三顿时生气了，说好一提整老四，你这个浓眉大眼的怎么被派革命了呢？老四明明在摸鱼睡觉啊，怎么可能在身后？结果往后一看眼前一黑，完蛋了呀！果然朱棣彻底疯狂！你们俩给我跪下！砰的一声，地板都快穿了呀！倒是你还帮忙求情，但你的阴阳怪气让朱棣更火大。一旁的朱瞻基忍不住后退半步，四叔是真狠啊！朱棣怒了，乱动什么？你给我跪下！你懵了，你还没拱火呢，老爷才能未卜先知。其实朱棣是因为重孙朱祁镇的事儿恶心坏了，这小子是没出声，但找他爹准没错。你大婚的事儿再往后推1年，朱瞻基是快哭出来了呀！爷怎么还推迟啊？这都3年了，这3年你让我怎么过啊？朱高炽看不下去了，爹，瞻基的婚事不能拖啊！再拖下去，你还能抱几年的重孙？听到重孙这个关键词，朱棣血压都要上来了呀！彻底疯狂！朱祁镇那干的都是什么事儿？瓦剌留学生，吊门天子，大明战神，你也给我跪下！老爷子不是最惦记亲情的吗？怎么一听到抱重孙跟抱祸害似的？你是真开口给老大求情，他毕竟身子也不好。朱棣白了一眼，该跪在那儿。倒是你别站着了，坐下吧。这还有没有天理了？凭什么老四可以坐，他们就跪着？爹，要不我还是站着吧，让你坐就坐，哪那么多废话？好嘞。看了一眼地上跪着的4个，朱棣是叹气啊。老大就不说了，每次都早死。老二从未放弃过造反，天天当北京烤鸭，也麻木了。可老三是谁给他的自信？连朝廷命官都敢杀，这样的人当了太子，那大明还能有明天吗？想到这儿，叹口气，老三，你可不可以不当太子了？嘎嘎！朱高煦直接笑出猪叫，
被朱棣扫了一眼，马上捂住嘴。朱高燧是想死的心都有了呀。爹，既然您不让我当太子，那前几天说的话什么意思？朱棣是叹气呀，他有苦衷，但是不能说，只能找了个借口。老三，不是爹不想，实在是你太过了，你大概还是太子呢，你居然都把四爪龙袍给做好了。爹，我不信您仅仅是因为这个就不让我当了。见朱棣迟迟不开口，问道：爹，难道是因为我早朝大了大臣议事，所以不让我当了吗？朱棣一愣，正愁找不到理由呢，故作沉痛：对，没错，就是这个。老三是死心了呀，好气，那就一切回归原点，到时候我就跟着老二造老大的反。朱棣是真的心里苦呀，刚看向你就连连摆手：爹，您可别看我不当太子。朱棣愣了，之前还真没想过让老四当，可现在老二老三全军覆没，就剩老四了。不过一个大难题摆在面前，老四亲密度怎么这么难提升？我这个当爹的到底要怎么做才行？忽然想起来上次模拟老三的时候，老三死之前，老四对祖宗法度变了法，好想知道呀。问道：老四，你觉得咱们大明朝还有什么需要改变的？你愣住了，那可太多了呀，商税、海禁，还有军户和藩王政策，还有那几十个不争之国，怎么就不能打了？可你却笑呵呵摇头。爹，我觉得爷爷定下的法度挺好，不用改。可朱棣皱起眉头：你小子在模拟器里可不是这么说的啊。老四，爹没跟你开玩笑，爹这次是认真的。你翻了个白眼，老爷子不会想挑我的毛病吧？赶紧拍着胸脯：爹，我也是认真的，爷爷定下的制度都很完善，一定能保证我们老朱家不会有任何损失。可不嘛，开局一个碗，结束一根绳，就问你有没有损失吧。朱棣勉强信了，应该是幕后之人，还没跟老四说变法的事儿。跪在地上的几个人看到老爷子想让你插手国事，差点笑出声啊！爹这是糊涂了吗？老四什么水平？又不是诸葛亮在世，能说出个什么建议来？不过你也有点心惊肉跳，老爷子突然这么反常，难道是发现了什么？或者说跟某些小说一样，能偷听别人心声吗？赶紧在心里狂骂一顿，看朱棣没反应才松口气，一个龙屁拍过去：爹，我有建议，绝对第一时间告诉你。我虽然不像大哥他们那样能力很强，但身为朱家人，也希望对国事有所帮助。朱棣听的是真舒服呀，老四这孩子真让我满意，孝顺听话懂事儿，心情大好。行了，你们几个也都起来吧。走之前啊，朱瞻基大着胆子又提了下大婚的事儿，老大是冷汗都下来了呀，敢质疑老爷子，屁股不想要了吧？但朱棣满脸无奈，瞻基爷爷也是迫不得已呀。老大朱高炽看儿子受了这么多委屈，今儿也算彻底硬气下来，恭敬行礼，然后跪下，满脸悲痛：爹，您是知道我不会造反的，但您不能拿瞻基这孩子的婚姻大事开玩笑。今儿你要不说出个道理来，我这个当儿子的可真要造您的反了。此言一出，众人皆惊，尤其是朱瞻基，一直以为便宜老爹，懦弱老实，没想到啊，连忙也跪了下来：爷爷，孙儿不问你要解释了，只求您放了我爹。啪啪啪几下，老二老三也都跪下去了，纷纷给老大求情。虽然平时不对付，但哥仨从小一起长大，他们从来没想过要老大的命。你也顺势跪了下去，都这样了，不跪不合适啊。不过朱棣并没有想象中生气，之前模拟器里看到兄友弟恭的场面，属实血压太高，身心俱疲。如今看到哥几个同气连枝的场景，心中十分欣慰。行了，你们都起来吧，都是一家人，今天有什么话都可以随便说。老二扯了嗓子来了这祸水东引：瞻基，我刚看你欲言又止的模样，有啥话你就说呗，别那么生分。朱瞻基一阵咬牙切齿：二叔今天真的是叽里呱啦的，跟这鸭子一样，如果哪天落到他手里，一定要把对方当成烤鸭。只能硬着头皮：爷爷，大婚推迟我没意见，但您能不能让我玩个小婚？众人皆惊：不是，怎么又提这事儿了？嫌你爹命太长了？朱高炽心中委屈啊，儿子是啥情况啊？但朱棣反而没生气，忽然哈哈大笑：好，瞻基这孩子就是聪明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他反应过来了呀。之前只想让朱祁镇这货不能出生，所以推迟了大孙的婚礼。但好生孙的话，让他想到另一种可能，如果那货不是嫡长子呢，是不是就不能当皇帝了？舒服，满意一笑：孙子，爷爷决定了，让你的大婚提前开始。大家都懵了，不是，之前还有一副有口难言迫不得已，现在就能提前了吗？不对劲，10分有9分的不对劲啊！难道老爷子先忽悠儿子还不够，又忽悠孙子了？朱瞻基也想到了，强行挤出笑容：爷爷，我突然觉得大婚还是推迟一下比较好。朱棣脸色一黑，大孙子这模样，怎么看都是不信自己啊！哎，我怎么说句实话都没人信了。但朱祁镇这事儿不能耽误，瞻基爷爷是认真的。得了，这下大家都无语了。我们看起来很笨吗？朱棣是头疼了呀，这下该怎么办呢？是不是可以用昊天镜再做点什么？好啦，大帝你别脑补，第一季的故事到这就结束啦。本作的确是一部脑洞很大的作品，看朱棣一家子争来斗去，笑点不断。目前改编进度对应原作第73章。
原作一共有700多章呢，足够看得爽啦。对后续还感兴趣的，可以在番茄小潮手机端搜索“大地你别脑补”，自行查阅哦。第一个就是啦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很多人在评论区说这本书很像起点的一本小说，认为是抄袭。这里我声明一下，起点的那本第一章发布时间是2022年10月13，番茄这本第一章发布时间是2022年9月7，是不是抄袭一目了然。所以别在评论区和弹幕刷其他书名啦，这样真的很不礼貌哦。那么我是卓卓，我们下个系列再见，拜拜。